基金会的董事长龙董事长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一样，能够在台北国际和平论坛跟各位相聚深感荣幸，也很开心我在这边要代表基金会因为我也是基金会的董事的一员特别的再一次的谢谢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诚挚的表达欢迎。我们有7位专家，7位嘉宾来自各地呢，世界各地呢，宣扬和平的理念你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peacebearers你们带着在第一线工作的经验来这边不但从事交流、宣扬和平的理念，其实也带给台湾的朋友很多的鼓舞因为在台湾一样有一群朋友非常关心和平的议题，你们的到来其实对大家都是一个鼓舞，谢谢你们。台湾在过去的80年其实是相对的处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从1949以后呢有许多的惊涛骇浪，其实最后都有惊无险，平安的度过了所以生活在台湾的人是一群幸运的人，因为我们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面这个是我们的幸运，其实也是上天给的非常珍贵的礼物我们应该要珍惜虽然说是上天给的礼物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和平跟繁荣其实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和平跟繁荣需要很多人的努力，而且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有些时候我们还努力以外，还需要智慧、忍耐、善意、包容，用这一些元素来灌溉我们才有期待和平的果实的这个一个机会现在不必我说，大家都知道国际的风云十分的诡谲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平对我们来说，往后不会是你在报纸上看到的名词，也不会只是在电视上新闻播报的时候这个听到的名词。和平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必须深思的一个这个话题。我个人长期以来在资讯通讯产业工作相对的有机会接触国际的客户，也有机会观察国际的一个趋势。从产业面、经济面来讲，台湾的经济其实非常的仰赖国际贸易，非常仰赖的国际贸易。但是我要这样讲，国际贸易其实是非常的依赖一个相对稳定、安全、和平的国际环境。台湾的繁荣其实可以讲是国际贸易在驱动的台湾的国际贸易的份额占 GDP 的比例远比美国、日本、德国、南韩都要高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讲，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两岸环境，才能够让经济茁壮，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繁荣才会有保障。而从企业的层面来讲，企业必须要做长期的布局，长期的研发投资，训练工厂的良率，达到高品质，这一些都需要时间需要庞大的资金的投入。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宛如一块非常稳定的基石让企业得以顺利发展，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反过来，如果国际局势动荡不安，
台湾处在两岸或国际关系间，如果是一个不安定的环境，我们的繁荣，我们的经济发展恐怕都像建筑在沙滩上面的沙堡一样，那个潮水一来可能就会被冲刷，就根基就会流失。那除了国家的发展跟经济的发展以外，和平的话呢，我会联想到有一些非常个人的经验虽然是个人的经验，但是我想简单的分享。我的许多朋友都知道，我长期从事动物保护、流浪猫、流浪狗的这个环境改善跟医疗救助。我也长期的关注经济发展过程里面必须做恰当的环境保护。因此我在讲，谈到和平，绝对不是只有人跟人、国与国，最少还应该包括人跟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包含动物在内怎么样共处。谈到和平，第二个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人和自然环境经济发展过程里面跟自然环境要怎么样共处关于动物的话题，我常常会讲一句话：今天我们怎么对待动物，明天我们就会怎么样对待人所以善待动物，追求和平的生命的和谐的共处呢很重要。我们举例来说，在台湾，因为年轻人晚婚跟生育率降低，家庭有猫狗宠物来做居家陪伴已经是社会的常态，但是很讽刺的，也造成台湾大幅增加流浪动物，跟30年前比，流浪动物增加5倍以上都不止对于追求人权进步跟追求经济发展的台湾来说，这是一项非常讽刺的事情相对的，其实我在从事动保的过程，也认识了很多非常有爱心的志工包含很多知名的兽医在内，他们都致力于改善流浪动物的医疗品质跟生活环境造成悲剧，这个必须反省。但是看到许多的同情跟悲悯看到这一些有爱心的人他的情操集于万物这个是值得赞美跟值得尊敬人和环境中间呢会发生问题，主要是来自，不客气的讲，是来自人性的贪婪跟过度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牺牲了环境，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我们把子孙未来好几代子孙赖以生存、赖以发展的环境，可能在我们这一代呢就破坏殆尽从200年前工业革命以来，二氧化碳的排放，大量排放已经造成地球暖化。200年来，氟利碳化物的使用造成臭氧层的破洞造成南北极的冰山溶解、海水上升，造成紫外线的过强，可能导致的极端气候是一个悲剧的发展，就是农业生产可能大幅受到影响。现代文明的生存可能都会受到威胁到了这样的阶段，人类才开始觉醒，才开始尝试要挽救。在台湾一样，曾经为了快速的发展工业、农业、渔业，对环境生态也有很多不友善的这个对待最近看到媒体报道，很多农地被破坏，里面工业废弃物、医疗废弃物就这样被盗埋就用违法的方式来掩埋。地层下陷跟海洋过度捕捞的消息时有所闻但是我们也应该欣慰的是，现代人观念进步了，环保意识深入人心，法令规章也更完备这里面破坏跟进步其实是都在抢时间我希望台湾的经济发展在抢时间的部分进步的观念能够超越破坏的速度回到和平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人类的繁荣跟幸福基本上不是靠着冲突而获得的，靠着冲突而获得的繁荣跟幸福都是短暂的和平需要很有耐心，
付出的代价不少，但是值得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今天的论坛的主题：民主、永续跟对话啊。民主是人跟人的一个互相学习如何尊重、学习和平共处。永续是人类对环境跟地球其他生命的一个尊重。对话呢，应该是我们所要做的核心的工作。有诚恳的对话，可以减少对立，也可以减少冲突。不但朋友跟朋友要对话，我们也应该尝试跟竞争对手对话，甚至可以勇敢一点，尝试跟敌人对话啊！不但人跟人要对话，人跟地球上的其他生命还有环境其实也需要对话啊！和平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是每天都必须要做出的选择啊！每天要做出的努力。今天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还有来自台湾的这个许多朋友坐在这里，愿意交流，愿意对话，我相信会让我们拥有和平的机会大幅提升。最后再一次代表基金会，谢谢大家的参与，期待分享跟讨论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好的、更高的和平的机会。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